仔细看，男子从石缝里捡到一把小剑，还用它来剔牙缝。突然，小剑瞬间变大，差点打掉他的满嘴狗牙。王璐想把宝剑占为己有，而王武却说对他无用，因为这把昆山宝剑自古只有一人才能拔出。可没想到，王璐竟然轻松把剑拔了出来。王武难以置信自己的眼睛，但是依然劝他放弃，因为宝剑的剑灵早已认主，王璐不可能驾驭宝剑。可接下来直接打脸，只见王璐轻轻地挥舞宝剑，一个美女剑灵瞬间出现。主人你好。这不是金箍棒，这是仙女棒。梁姥姥，你两眼昏花啊，仇人都能忍爹娘。剑灵这才发现不是真正的主人。你不是欧阳商，你是谁？他当然不是欧阳商，你耳朵瞎了，居然让这种乳臭未干的死小子把昆山剑拔出。两个美女一见面就是唇刀舌剑，原来两人100年前就是情敌，他们同时爱上了大师兄欧阳商。这把昆山剑也是欧阳商留下的。王武气不过就要把剑送给王璐，还叫他抹除剑灵的记忆并且封印。剑灵眼看大事不妙，直接躲进了剑里。王璐看师傅这么记恨剑灵，直接揭穿了欧阳商就是他的小情人，气得他就要教训王璐，没想让剑灵反打了回去。王璐这才发现此剑并不简单，顿时爱不释手。从此之后，王璐痴迷剑法，毫无基础的他就是一阵乱砍，就连剑灵都看不下去，对着他一顿羞辱，说他根本就玷污昆山剑的威名。王璐自是不服，区一个小剑灵这么嚣张啊，吓死我了！小剑灵，小剑灵说完，剑灵只是打了个响指，宝剑瞬间变大数倍，直接把他压得死死的跪地求饶。剑灵见他出丑，心满意足的回到剑里。看他回到剑里，王璐还在嘴硬：仙女棒了不起啊，有本事你压死我呀！这时王武幸灾乐祸的走来，表示要传授他无相剑骨。可他并不知道，修习无相剑骨的过程就是要挨打，被打得越狠，效果就越好。不管你是在吃饭还是在睡觉，不管你怎么躲，只要你出现，就会被当流星打飞。王璐一瘸一拐地跑到老板娘这里，以为这是他的避风港，没想到老板娘默默地把门关了起来。王璐才明白自己进了黑店。当老板娘抡起大锤时，他只能认命躺在地上。现在不管王璐被打得多惨，也是受一点点外伤而已。他已经练到了无相剑骨第8重，已经达到瓶颈期。如果还想要继续练下去，就要有大量的珠果和灵石，而珠果只有在山下的王家村才有。于是王璐、小海、小琉璃、文宝4人组成一队下山历练，从此踏上修仙之路。